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常常有人会在底下留言问我说，我之前施做的东西，他们现在状况如何了？所以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东西，他们现况是如何，以及我的一些小心得。好 ，Go！ 评价增压泵。首先是这个增压泵，忙忙碌碌了一年，还是没有空请人在源头处理水压的问题，就这样让这个简易增压泵工作了一年。先说结论，目前使用完全正常。在1年前我有做过实验，水量在使用后变为原本的2.4倍。那在1年后会如何呢？也是让人很好奇。直接看实测对比。我仔细在后置的时候校对时间。怎么回事？居然还更快了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看起来效果并没有减弱。基本上轻度使用还是推荐4分。立体厨房壁贴。这个水晶立体厨房壁贴，当初贴完时，整个让厨房像新房子一样。购买页面上还强调防水、防油、防污。1年过后的现在如何呢？它这个壁纸啊，壁贴贴久了之后，它还是会有脏污，而且这个脏污我觉得是蛮难清洗的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用清洁剂来顺便把它清理一下看看。我的厨房没有开火，所以基本上脏污全部都是在洗手槽这边，也就是平常刷洗锅碗瓢盆的时候喷溅上去的油污。我不是那种每次都会立刻清洁干净的人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变这样了。它的表面是略带厚度毛细孔的那一种，不是像真的瓷砖是平滑的，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能不能洗干净。好了，洗完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脏的，我觉得没救，这个真的洗不太起来。它已经深入它的那个深层了，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脏到一定程度的话，我就真的还是去做珐琅板比较一劳永逸。如果没有开火，也没有要洗东西的话，其实还是能够维持得很好、很干净、漂亮。但基本上我觉得它愧对宣传，特别是缝缝的地方也是很难洗干净，给个1分吧。RO 净水器。RO 净水器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DIY 的设备，在洗手槽也是默默工作了1年多。我是去年4月14日安装的。注意最右边的滤芯，这个是第1道5微米滤芯，主要是过滤水中的土沙。1年后变成了这样子。其实官方建议是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第1道滤芯，想说用量小，结果转眼1年就过去了。2、3道滤芯因为包住看不到，但是5、6道滤芯目前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的。的确如官方所说，应该可以到18个月吧。一样是进到过滤器之后。过滤，逆渗透在这边，再到这边。那我就很好奇，现在水质如何呢？我还能直接生饮吗？等一下再来测试。先回顾一下，去年测的时候是11 ppm， 这个 TDS 值小于50 ppm 是可以直接饮用，小于20 ppm 的话是非常不错。拿出我们的水质检测笔，减震奇迹，我放近一点。大概是19，还是可以啦，喝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然后这是刚刚倒的自来水，自来水是214，差不多。Cheers， 太棒了，还是符合标准，敬大家一杯。猫门。猫门没什么好说的，也是一切正常，一切正常。乐土灰泥墙。身为米拉家有史以来工时最长也是最复杂的工程，乐土灰泥艺术墙，至今9个月了，也度过了冬天及夏天的热胀冷缩，目前并没有任何裂痕，但它就像刚完工的时候一样。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安排以及信心尝试在上面钻孔或做任何变化，基本上就是让它先当完美墙的职责，有什么纪念日或是朋友来的时候，随便在前面拍拍，就是简单又好看的背景，还是非常喜欢，我给5分。南宝瓷美漆。再来就是很多人注意到我频道的瓷美漆，去年3月到现在1年半过去了，我要说它真的就像刚漆完的时候一样，坚固耐用，亮白如新。
即使有脏污，也是水冲一冲，顶多刷子刷一下就好了。5分，我真的觉得它太强了，我肯定给满分的，大力推荐。29元木地板，这个29元木地板，当初很多人会担心下面有小强啊，或是虫虫。目前铺设到现在也是大概1年半，因为我平常不会在上面吃东西，所以并没有奇怪的生物出现过。虽然当初有用利特护木漆大概漆过1-2遍，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涂的不够多或是不够厚，还是因为没有把木头整只都包覆住。所以现在看的话，这个樟子松实木地板有些边缘会有这种灰灰的感觉，这似乎是水汽渗入的关系。这段时间也没有再继续上护木漆，好像几个月到半年还是必须要再补护木漆。看来要无脑维护还是得上树木啊，但还是一样，29元一片，猫咪也喜欢，可以推荐。我还是给个4分。冰冰漆，再来是号称最强隔热的冰冰漆，我们直接上楼看看现在的状态。先看一下冰冰漆的部分，在雨水及各种风沙下，看到有不少地方都有沙子堆积。前几个礼拜下雨，我也有上来刷洗，但其实有一些已经不太好刷除了。那个一点一点的是之前房子打针所滴落的发泡剂，摸起来其实还是有蛮烫的耶。来测一下它现在大概会几度？43度。42、33，差不多43度。而阴影的地方大概是38.3度。回到这个没有冷气的夏天室内，现在是32.3度，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。我不太确定它的效能到底降低了多少，只能说应该还是有用，但是结论就是还是不推荐大家买冰冰漆。但是因为 CP 值不高，所以我给个3分。独自对抗壁癌，接下来是最多人关心的壁癌。这个走道间壁癌也是非常多人认识我的地方。回想起当初花了几个月去处理它，甚至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现在正是检验的时刻。去年4月动工，6月完工，期间经历了高雄好几个超大台风，以及好几次的豪大雨。现在的状况就如画面所示。怕大家忘了，先回顾一下本来的惨况。我的天哪，我自己都忘了原本是有多可怕了，真的是太惨了吧！那个看起来像水的刷痕，是我弄热土灰泥的时候倒太多水性界面接着底漆，我就拿来随便乱涂。在没有外墙雨水的这一面，目视状况十分良好，只有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点快要爆的感觉。楼梯间的天花板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是很好，近看一下的确不是很好，但这一块当初就没有下足够的料，加上天花板渗水应该是更严重的地方。有对外窗以及外墙的这一面状况是最令人担心的，但状态出乎意料的还不错只有发现这一小块脱落了。这是我新安装的太阳能灯，我把太阳能板装在这边，有点简陋，但是这才70块左右。最后旁边我只有大概弄的这一面，跟刚施工完相比，上面有出现黑色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有一些脱落了。大致上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给个3分吧，毕竟我是用过期的处理包。如果我能把外墙的防水也处理好，应该就能再多撑个几年。给大家参考，没看过这部大作的可以点右上角观看哦。顶楼防水，再来是顶楼的防水，这个堪称是频道流量密码的篇章。起因是因为去年接连的山陀儿、凯米、康瑞台风，让家里靠近隔壁栋的这面墙出现渗水的情况。那个水多到我能用纸巾来承接，对于这个我刚买的房子，简直就是龙等级的危机啊！后续就是不停的做防水，保固内师傅来做防水打针，也成为频道至今最高流量的影片。马上也是先来到顶楼看一下现况。当初师傅仔细打针弄的这条接缝看起来没有问题，墙面的漆状况也差不多。基本上我还是怀疑水是透过对面墙壁这边慢慢吸收渗透下去。我自己补做的这个侧面瓷砖的部分，还没有时间去把剩下的补完。
我觉得瓷美漆还是我的最爱，只要有白色，以后我都要用瓷美漆。再来，去年康瑞台风前夜，我不是还买了能量大师自己补了一点墙面吗？隔天还在赞叹，好像有结界一般神奇哦。过了1年后，我在上周大雨的时候巡视，结界嘞，我的结界嘞。好了，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算没效啦。但我觉得还是要帮能量大师平反一下，应该不是他没效，但就只是说我没有把整面墙都涂，上面没做防水的部分还是会渗水进去。哇塞，我刚发现这边居然长了一棵树，这要怎么不漏水？厉害厉害！那室内呢？毕竟屋内才是检验防水有没有效的地方吧。主卧的这面墙看似良好，但是在墙角的地方已经有点问题。细看的话，墙面也有这个叫白滑吗？如果顶楼没有整面做好防水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撑不了多久。这面墙还是比较有问题，岌岌可危。储藏室这间的这一面墙，之前他师傅就是在这边弄的，在这边打针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就已经快冒出来了。这边很严重，这边快冒出来了。我现在是在这一间都放除湿机，但是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帮助。看这都蓬起来了，这都快掉了。侧面这边也是有油漆掉了，天花板的部分也是有一点点。这边都是打针加强的地方。对外窗框的部分很危险，所以这一整面墙应该都还是需要做防水。我现在好希望把整面墙都涂上瓷美漆。IKEA 衣帽间。那我的梦幻衣帽间现况如何呢？这个 IKEA 成价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啦。但是现况就像交往过后的恋人，交往后就恢复原本的面貌了。开放式衣橱，一切正常，不正常的是人没有去整理。这边的架子因为是架在两边，所以这个非常稳固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100块细杆，它会有微微弯曲，但是我是就尽量不要掉太重咯。最长的吊衣杆，有一天女友就跟我说它掉下来了，检查一下，只是脱落啦。这边最粗的杆子暂时是没有问题。那之前这边掉下来，但是就只是掉下来，这边固定好就好。暂时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。基本上上面都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利用啊，这边甚至最上面都还可以利用。但是之前都还没有时间去整理，所以就除了需要整理外，没有别的问题。再说咯，还是给5分推荐。Boniland 猫抓板。最后给猫奴推荐一下 Boniland 的这个猫抓板，有2个，一个是太空舱猫窝，它里面有高密度的瓦楞纸板，我本来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是跟网拍便宜的相比，就真的感觉到坚固耐抓，它不太会掉屑屑。用到现在10个月吧，还是很耐抓，真的很夸张。另外一个游戏圆盘猫抓板，这个游戏圆盘它只有刚开始的时候玩一下，但拉拉很爱躺在上面。现在2只猫几乎都是各躺一个猫抓板，真的是感觉到它们非常的爱。原本这是厂商寄给我试用，我没有打算拍成影片，但拖了10个月后，发现说它是真的不错我的猫是真的很爱它，它的颜值也很高。上面的猫抓板滤芯是可替换的，坏了也能换，我真的觉得还蛮推荐的。结论：一次回顾去年的这些工程，真的感觉家里改变了很多。看着家里一点点慢慢变好，也会有一种人生慢慢变好的感觉。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。有什么疑问或是鼓励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，米拉爸100%会回复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看起来还不错，其实不好吃。